有请主持人赵灿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。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；胡磊老师，欢迎。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。各位请看，我们两个人从结婚到现在有3年的时间了，他动不动就跟我提离婚，我俩现在复婚没多久又要跟我提离婚。我俩结婚就是裸婚，他一次次的让我失望，我一次次给他机会，可是他现在真的让我看不到希望了。他总说我没用，从来不给我一些鼓励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？我也想好好过日子，但是现在压力这么大，我也是恨铁不成钢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张先生30岁，来自天津待业；王女士28岁，来自河南采耳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有几年啊？3年多了。有孩子吗？有了。孩子多大呀？2岁了。但是好像这个小片里说曾经离过1次婚，是吧？离过1次，但是其中提的不止1次了。等于离过1次婚，又复婚了。是的。现在又想离婚。是的。谁想离婚啊？我想离婚。这个第一次因为什么离的婚呢？就还不是因为他不争气呀。这个当初啊，也是我的一个失误吧，也算是。我们俩第一次发生这事儿的时候，她刚怀孕，那阵儿我是做快餐的，刚结完婚，手里也没什么积蓄了。她打算就是说让我做一些挣钱的，让家庭生活好一些。我呢就打算跟朋友合伙开一个大一点饭店，但是我就没想到都已经是弄得差不多了，到最后朋友那边出了好多事儿，然后现在就是弄得我们这饭店也没法干了，无奈之下只能是把这饭店转让了。转让完之后也是剩了3、4万块钱。那还不怪你呀，而是你自己没有看好，对不对？前期你也知道，我不是看不好，我前期做了多少功课了。我相信这事儿你要聊起来很长很长哈。概括起来就是，总之是他投资创业失败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你会觉得说是因为他的眼光不好，是这对。这个失败不是经常的事儿吗？做买卖大概说一下就挣的好像很少哎。那他后来天天就是那个样子，然后我说他2句他就受不了了。你说你天天这样说我，是我投资失败了，但是我出发点是好的。当初还是你说想让我给你们俩一更好生活，我才会去想办法了。假如说我当时还继续干快餐的话，我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，对吗？那你结果呢？后来我就说你2句，你又天天萎靡不振的，那我看着更来气了，那我就可不跟你离婚呗。您的意思说，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他投资失败，您跟他离的婚，而是因为他那一段时间的状态特别的消沉，所以离的婚，是这意思吗？同意了。当时我本心是不同意的，那次是喝完酒之后呢，我把手机就关机了，我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，就跟朋友去网吧上网了。转天呢，回到家想睡一觉之后再跟他解释的，但是没想到呢，就这个期间，他连觉也不让我睡，一直在那骂我。我在家里等了你1宿啊，联系也联系不上，然后你早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1宿都没睡，那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就睡觉呀？我想跟你解释的，但是我想是嘛，等咱俩冷静一下，再把这事儿说清楚不好吗？冷静啥呀？能冷静吗？当时我们俩就这样就。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，实际上面同意是当时情绪的一个堆积，是吧？当时啊就没离成。到了民政局之后呢，然后他需要是上午排1次队，登完记之后，咱们就不说这个过程了。那什么时候又离成了呢？这个期间啊，我们俩去民政局，这就是说第2次还有了。你还好意思说第2次？我从微信上找人给孩子买的枕头、被子什么的，他出去玩，我说那个你顺道那个给我捎回来，跟他交代了好几遍，然后他就给我弄丢了，知道吗？
哎呦，我可生气了，然后我俩就吵架了。当时我确实不知道，你说一个孩子的枕头被子，你说谁会去拿这些东西啊？你每次都这样，知道吗？你每次都你以为。后来去民政局离成没离成啊？这次也没离成，就还有一次就是又去了。对啊，3进宫啊来。然后我去朋友家吃饭，然后我俩走的时候就因为一点事儿，我就说了他2句，他就给我扔到马路上，他就自己走了。那你说知道吗？马路上这么多人，而且我们从小区出来，他在这大吼大叫，就是你这么没用啊，你这么那什么的，就一直在那说。那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就是特别那样凶你，对吗？我一开始我就不高兴了，我就想让你哄哄我，但是你。一蹶不振的我就看他，我也指不上他，我就让他在家看孩子，我就上班去了然后就有一次我都不知道这事儿，我就见到了姐姐，然后她告诉我就是谁的姐姐？她的姐姐。然后我去找她的时候，她告诉我就是她问她借钱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，借了有2次，一次借了3000，一次借2000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她就问我说，她也没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当时我也跟你解释了，我是为了帮朋友嘛。你都得指我，你还帮朋友？那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跟我说都不说。那我跟你说的时候，这事儿有用吗？你有什么事儿从来都不跟我商量。你说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同意。当时朋友也是真有困难，反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，是吧？觉得对，就没法过了。我听编导说你们经常争吵啊，昨天也因为一点小事吵的，可能今天差点节目都不能来录，是吗？对。什么事儿？方便透露一下吗？还记得我给你买了水果，我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带孩子带的，就是有点洁癖。然后桌上呢，我看有水果，然后他就是那个就给拾上了，就是他是可能我认为是烂的，就是坏的水果。我还吃呢，我还正吃着呢，我就去了趟那个出去一趟，他回来都给我扔了。然后后来我从来就是他就是这样，就干什么事从来都不问我，知道吗？我大半夜的不问我还吃不吃？我跑出很远，然后才给他买到这水果，当时已经12点多了。你看我给买到这个水果，转天他看到这个水果的时候大发脾气。行，我问问啊，是真想离婚啊，还是跟以前一样说着玩玩的？你说跟他这样的人怎么过呀？他是哪样的人啊？又没用是吧？然后指望我就算了，自己还天天的主意特别的多，然后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有什么事。所谓的没用就是不能挣钱呗。对呀。然后还脾气不好是吧？对呀。你想过吗？我心里肯定是想为这个家也好，为了孩子也好，因为毕竟在一起很多年了。行，我问问您，从投资失败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？有这么大概2年多3年，差不多。干嘛不干点什么呀？我也想以前不是做快餐的，接着做不得了吗？是啊，我打算做的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对我就是，您刚才也听见了，他对我就是干啥都干不成，再给他就是认为我什么也不行了。那你本来就这样，你不懒得说。小片里面也说了一句话，你们是裸婚，对不对？对当初看中了他什么呀？眼瞎呗。这是气话啊！现在眼睛还瞎吗？现在就是看透了。看透了啊。对。那说说当初眼瞎的时候，就瞎子摸象的时候，摸的是哪一部分啊？那可能当时看他就是那阵儿开快餐，然后干的也，他还看着还算上进吧，长得也还行吧。现在这都没有了，人不是还这样吗？
看烦了已经。啊，是看烦了。他现在哎呀，反正就是怎么看。那你说说你的离婚打算吧？我想的是离婚之后，反正孩子到时候想办法呗，要么就让他爸带，要么就想办法叫我妈带呗，想办法。交给老人是吧？对。然后你还跟他一个屋檐住吗？我就上班了，我天天我也不跟他住了。哦，我怎么觉得你这离婚也没想得特别清楚啊？反正行，我接着问啊，憋屈不？肯定憋屈。你当初娶她是因为什么呀？当时啊，我们俩在朋友，就也是算撮合吧，在一起认识。就是你感觉他这个人啊，就是特别踏实，特别是那种适合结婚的。他现在还适合吗？现在也是。适合你怎么跟人离了婚呢？当时就是一时气不过，其实心里还是不想。你说你其实一直心里难受，是因为他说你没用，对吧？对。为啥不做点啥呢？我现在主要就是没有本钱嘛。这个开个快餐档要多少本钱？小一点2、3万也许就够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不是问你姐姐前后还借了5000块钱借给朋友吗？是啊，借去啊！真想干，你真想用钱的时候，我看你也没通过他呀。我现在不考虑到了吗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。我现在也是跟他商量一下。想过吗？想过，真想过，家想过，真想过。那你说说你们这个离婚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他现在对我就一点鼓励没有。我想是什么？让他真正看到我真的可以。不是你干不就得了吗？你让人鼓励你干嘛？说白了，他也不支持我干啊。为啥？对我不相信了。还想过？想。是心里话，过不下去，是一个现实。过不下去，既有情绪上的，又有现实里的。其实他们这段婚姻在现在的这个婚姻生活当中，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，还挺典型的。工作上的不顺心，家庭生活的压力大，情绪不知道怎么控制，面对生活没有方向。好像不谈这些所谓的柴米油盐或其他事儿的时候还能过得挺好，一接触到实际的时候，怎么对方就那么的不堪？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做分析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方小王呢，我总结了一下，大概对丈夫最多的就是埋怨、责备、看不起，然后自己呢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王女士，你觉得投资这件事儿，投了钱，我一定能保证我能赚到钱？不是吧？所以你也承认，如果这个钱是你投出去的，也有可能是有风险的。就算这个店他们最后做成了，也面临生意失败的可能性和风险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为什么一味地只责怪自己的丈夫呢？老子说，大道之行不责于人，就是我们在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不是第一时间去想到责备身边的这个人。我们如果发生问题，第一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、解决它，把情绪放在第2位，把解决问题放在第1位。但也许你们不会是今天这样。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想到发泄情绪，不去面对问题的话，你就会把你身边的这个人越推越远。你越责备他，他越来越会觉得，那我就这样了。反正我在你心中，你就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。他已经开始默认这件事儿了。他就越会对自己没有自信。所以我们承认嫌弃对方这件事儿不是一件坏事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。但是你在嫌弃对方的时候，如果看不到对方的好，把嫌弃放大了，那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一句眼瞎了一定是气话。静下心来看一看，对方身上有什么是你们当初爱上那个理由。如果眼里只有嫌弃，没有爱，没有好的话，那你们还不如就干脆就离开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承认面对自己的不足，面对对方的不足，但是我们一定能看得见对方的好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徐总，离婚不离家，本质上其实你们还是互相深爱着对方的。正是因为你们彼此这种深爱，导致你们现在极度的困惑，为什么偏偏爱得这么深，却要互相在伤害，互相用自己的坏的情绪去影响对方？其实很正常。每个人说到情绪管理，说出来容易，管起来难。如果你的朋友投资失败，
很沉沦，找你来诉苦，你会觉得他不容易，他现在是低谷，我要帮他，我要理解他，我要包容他。但是恰恰在情绪管理上，对于自己的至亲是最难的，因为你骨子里觉得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？我是为你来着想。前2天我看到我儿子写的一封信，这是学校让给孩子布置的作业，他写的就是我要对爸爸说，为什么你在外人的面前是这么彬彬有礼，但为什么对我老是发脾气，脾气暴躁？我通常只是在学习上说的，其实我知道啊，我绝对是做错了，但是就是那个时间节点，我真是控制不住自己。想想原因是什么？无外乎2点。第一点，你对对方的期望太高了，但对方呢？对方感受是非常不好，他会越被你说越不敢去做，甚至于很紧张。第2点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你觉得他就是你最至亲的人，我说什么都无所谓，反正你也离不开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够尊重对方。比如说你借钱，你不经过对方的自己的另一半的这种让他知晓，就是不尊重啊。你也一样，不够尊重对方所有的这种细节。你只想说你要来哄我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投资失败对于男人的打击呢？降低对对方的期望，同时也降低对自己的期望。你能做什么？打工不需要投钱，为什么一定要做生意呢？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的找一份工作去做？自己积攒资金之后再去说投资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降低对对方对自己的期望，同时去想，即使她是我的妻子，即使她是我的孩子，我也要尊重她，因为你的鼓励、你的尊重会给对方带来自信。说到情绪管理，这真是一辈子的学问。2个人一定要互相以爱为前提下，互相的包容支持，练习这项技能，你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长。来，叶老师，我们就看看人字这个结构，真的是一撇儿一捺，相互支撑。尤其你们成为一个家庭，缺了谁都不行。而你看看你们这3年的生活，这一撇儿一捺，全自己戳在那儿了，谁比谁活得都毒。虽然日子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，我们不能把日子明明是2口子过日子带着孩子，偏偏过成了1个人那么毒。刚才曲总说你们是因为深爱，所以管理不好情绪。我倒是觉得你们现在根本就无暇去考虑你们之间的爱，天天柴米油盐的都烦死了。但回头想想，你们这个家庭离得了谁啊？当年男人创业，女人持家，大家都有一个奔头。不可意料的是，生意失败了。但如果我们回头一看，女人扛起家庭责任，说行，你意志消沉，我出去赚钱，你把孩子带好，多和谐的一家人啊，互相支撑，是不是？可是你们偏偏把那些最不好的拿到台面上去互相指责，好好的日子过成这样，才3年啊，人生的风浪还多着呢。明明你们现在真的是克服了重重难关，走到现在有了孩子，却生生让你们过成了这样一个反复想要离婚，甚至真的去领了那个离婚证的状态。其实都知道谁也离不开谁，为什么不去看看对方的好？女士，当你出去打工的时候，你知道只有这个男人，你的孩子跟着他最放心。男士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，这个女人扛起来说我去赚钱养这个家啊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说发那么大的脾气？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静下心来，去体会这个家的不易，这个家需要的相互支撑，而不是再去抱怨生活种种的不如意。男士，你恢复一段时间之后，还是要工作，还是要赚钱，女方也要回到家庭去更多的照顾孩子。希望你们能够度过难关，携手向前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叶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谈恋爱的时候是跟一个人的优点在谈恋爱，但结婚的时候是跟一个人的缺点在过日子。当你已经清晰地看清楚一个人他的长处和短处在哪儿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是要抑制住自己对对方的奢望，其次就是不要老是拿别人的短处来怼他。你明明看清楚了，这个男人就是心肠好、朴实，这是他的优点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经历了一次创业失败之后，你知道他挣不了什么钱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扬长避短，要鼓励他的善良和朴实，不要老是把他不能挣钱这事儿挂在嘴边上，说你无能。
你跟一个月只能挣3000块钱的人，一天到晚跟他说你为什么挣不了1万，你为什么挣不了2万，你不是找不痛快吗？他难道在你这种辱骂之下，他能变成比尔盖茨吗？他就这个能力。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体现自己的价值，扬长避短，这是一个妻子的责任，你说呢？指责一个人太容易了，而对于男生来说，你也看清楚了，这个女人她就是脾气不好，但她的心是一直在你这儿。无论是在裸婚时候的不注重物质，还是虽然天天指责你无能，该挣钱养家挣钱养家，她是做也做了不落好。你也认清楚了，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。那为什么在她发泄情绪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嘴软一点？你也知道她是无心的，对吧？你也应该帮助她扬长避短。其实，夫妻之间，第一要做到不强求，不强求对方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；其次就是要帮助对方扬长避短，感受到自己在婚姻当中的价值。那些在婚姻生活当中一天到晚骂对方是个蠢材，结果就越骂越蠢，自己也开始变得蠢了。尤其是不要在外人面前老说自己的丈夫无能。其实结婚表面上是找一个人来，其实是通过找一个人来看清自己的不足。你要是真的找到一个特别能挣钱的男人，他有这样的长处，那你拿你的什么长处去补别人的短处呢？好吧，以己之长补对方的短，这才是夫妻的相处之道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有没有爱你们自己品。只想问一点，你们俩吵了那么多次架，离了那么多次婚，有人主动的在吵架之后反省过自己，说我是不对的。那我觉得我每次吵架还是因为他。你呢？我也想过，主要是他要是能真的哪怕就是对我稍微好一点儿，你看也不至于其实我每次提离婚，我都是也不是真的想离，我就想威胁他，想让他来哄我吧。所以就回到那个问题，在一段关系当中，从来没有人认为自己错过，或者反省过自己，这大概就危险了。想想是不是？老婆，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知道你对我要求也不高，我并没有给过你什么，但是我真的就是从我内心来讲的话，我真的想给你和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。我也希望你可以在咱俩这段感情和孩子身上，你多考虑一些。我对你其实我就希望你以后做什么事儿能多跟我商量商量，能多听听我的意见，就不要总是自己自作主张的。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可以吗？妻子给丈夫放的是什么呀？那是他曾经生病的时候，然后我那时候天天给他擦药，我想让他知道我也有对他好的时候。你放的是，我看是一套证件是吧？结婚证和离婚证嘛？为啥呀？我想告诉他，咱俩已经离婚了，也结婚了这么多次了，以后还是别再去了。你到这个时候还跟人讲道理呢啊！来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吧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
哦，不。好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好吧。的高兴，但如果是你不想听到的，你一定会爆发。这就是为什么曲总刚才在自我反省，还是要注意情绪管理。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，各位请看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挺合适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父母就是不喜欢我。问题根本不在我的爸妈身上，而是他太患得患失了。说好一起留在重庆的，现在他又后悔了。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处理好，可他总是要掺和进来。我觉得他就是捣乱。他要是真的自己回山东了，我们俩真的可能就没戏了。我能不着急吗？他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唐23岁，来自重庆私营业主；女嘉宾小刘23岁，来自山东播音老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其实看得挺糊涂的，什么个情况啊？他的父母就是不太同意我们嘛。啊，他觉得我们俩是异地，他是青岛的，我是重庆的。啊，就觉得我们以后没有未来。那现在你在哪儿工作呀？我现在是在重庆，准备从重庆回青岛了。对，我是独生女嘛，我应该之后在他们身边生活的。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我应该回山东去发展。哎，你做什么的，兄弟？我做游戏工作室。去青岛呗。他父母还是不太同意吧？父母不同意，你们俩慢慢处，迟早有一天会同意的。我可能不太相信他吧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说是他现在说的话，他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还是在重庆的。那他工作到青岛稳定也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啊。这1年之内不知道会发生多少事情，最后的结果谁也说不准。我的天哪，不是还没发生吗？你们就想要发生事儿了？你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啊？他真的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在黏我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我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吃饭也好，我在外面工作也好，他就会不停的发短信给我，问我跟谁在一起啊，男生还是女生，喝酒了没有？那不是我关心你吗？我想要在意你呗，我才想要知道你在哪里。但是我也是需要私人空间的好吗？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就是有一次我们大2的时候，我在操场跑步，他当时看到我了，之后我们要去取快递的时候，他又看到我了，问我要微信，然后当时我就同意了。我们聊了差不多1个周左右就在一起了。啊，1周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呢，不是挺好吗？现在毕业了吗？现在已经毕业了。毕业了，你不也选择留在了重庆了吗？对，过段时间要回山东。啊，对，这怎么就牵扯你们俩这不谈得好好，怎么又牵扯到你父母了呢？因为他是把我
就是介绍给他的父母，让他的父母就是知道我，就是我是他女朋友。然后他其实也希望我能够把他告诉我的父母。就过年回家的时候嘛，就和我的家里人说了他的存在。我爸妈说他肯定不会跟你回到山东。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。就是两方犹豫吧，就是想听父母的话。我有想跟他分手。不是你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？你父母让你跟他分手呢？爸妈听到他是重庆的，他就不会去同意，就是我跟一个异地的男生去谈恋爱。我就觉得那父母问题只是他们的问题，我们就谈我们自己的，是吧？应该还有别的事儿吧？有。所以不要动不动谈恋爱，一碰到问题就我爸妈不同意，我闺蜜说你不好，肯定还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。说吧，说实话吧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就他朋友帮助他找工作嘛，是吧？然后我说我要帮他生活上一些帮助，他都不愿意。我特别细，他当时那个朋友啊，还是个男的，就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，就给他找工作。这是个什么朋友这么好的？没有，他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我们学的都是同一个专业啊。其实我们就一起上课呀，一起下课，然后平时，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，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。我没有想到他会想的这么多，而且我跟他解释过，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。但是你们后来还准备合租在一起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你男朋友啊。当时我那段时间，我的那个房子也快到期了嘛，然后他介绍了我一个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工作，我觉得机会很好啊。那我就想，那我再重新租一个嘛，就和就是朋友一起，2个人的话，经济压力会小很多。但是这个人恰恰是你男朋友最介意的那个男同学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最后我也没有和他一起合租啊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。这小心眼儿，你看看。那时候他们就玩得特别好嘛，经常出去玩，都快毕业了，他还专门从青岛飞到重庆来，还跟他一起找工作。这不是你应该自己反省的吗？为什么女朋友不愿意跟你玩，愿意跟同学玩啊？可能因为我工作室可能有时候比较忙嘛，就很多时间没有帮到他。行，听明白了，反正已经听出点端倪了。哎，这小伙子怎么样？人怎么样？你给我们描述一下。很幼稚。他幼稚啊？他怎么幼稚呢？就是一到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发各种朋友圈，就说自己的心情就和今天重庆的下雨天气一样。这怎么了呢？我真的就无法理解他这种行为。但我不是想让你关心我吗？那你平时也不给我发个信息、发个短信啥的，那我就从其他方面想让你关注你，因为你经常刷朋友圈。那你在乎我就是平时看我的手机是吗？偶尔看一下吧。他平时就会翻看我的手机嘛，然后他知道我的前任是谁。然后他还经常就是旁敲侧听的去问我，你的前任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照片？什么时候分手？为什么分手？然后我觉得他这不是没事找虐。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就生气啊，然后不跟他说吧，他觉得我又隐藏了他一些什么。哎，你老问这个呀？他是我女朋友，我就想知道他的过去啊。你初恋啊？不是，说你前女友，我怎么分手的？长得怎么样啊？喜欢吃些什么呀？你们经常在哪儿逛啊？说。他也没问我呀，问，这找事儿嘛。所以你说你小孩，你看，用朋友圈来表达他不开心的心情，问我前男友的情况，还有什么体现出他的幼稚呢？姑娘，我觉得他特别黏我。黏的概念是，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告诉他我在干什么，跟谁在一起，男生还是女生，我自己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。哎，你这么喜欢他，你没跟他回山东去看看他父母啊？他爸妈一直态度比较坚决吧？你咋知道他爸妈态度坚决呢？上一次那不就他们俩就吵崩了呗？谁跟谁吵崩了？他跟他爸。就是我们的纪念日嘛，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因为我爸当时是不同意的，我爸看到然后就很生气啊，就是你不是说回到重庆之后你要好好工作，就不谈感情嘛？所以说你春节回家的时候已经答应你父母跟他分手了，是这意思吗？表面上跟父母说我会，但是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希望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，让父母就觉得他是我可以一个值得依靠，可以走到最后。那你到底跟你父母说了些什么，让你父母对这个男生这么反感呢？我没有跟父母说一些什么他的一些不好，我父母可能就比较反感就是这种异地吧。有没有打算真的跟人回山东？我真的打算跟他回山东。都做了哪些实际的行动和工作？我都已经把那个工作室都已经卖了，电脑都全部已经打包给人家了。你说他在重庆连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，就我怎么把他介绍给我父母？我父母都不会放心，就把我交给他。我觉得只要我有能力是吧，那到哪里都能发展是吧？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认错。
认错认什么错呀？你错在哪儿了？我们都看出来了。他就是遇到事情就会退缩，就会很怂，你知道吗？姑娘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？他就是欺负我喜欢他呗。你知道啊？我知道啊。喜欢你吗？喜欢。你喜欢他吗？刚开始可能就一点点，之后他为我做很多事情，我也很感动，就可能慢慢就成了一种习惯了吧。是喜欢还是习惯啊？喜欢。人家要跟你去山东，带人家去吗？想带呀。那你怎么面对你父母呢？所以我就是想让他就是有什么压在心里的话，你说出来嘛。我想让他有足够的实力站在我父母面前。这实力是指什么呀？就是各方面让我爸妈都放心，比如说在青岛有稳定的工作，一心一意的对我好。他现在对你三心二意吗？没有，就可能有的时候会性格不一样吧。所以其实听了一圈儿，你有句话说的特对，就是他就仗着我喜欢他，他欺负我呗。对，你们听听老师们帮你们做做分析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现在在用现在的这些的快乐和相处的时光去透支未来的痛苦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件事儿划不划得来？因为现在对很多的年轻的情侣来说，他们都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会考虑未来很远的问题。哎呀，未来我们分手要怎么办呢？万一你爸妈不同意，我爸妈不同意，该怎么办呢？每天两个人就因为这些未来还没有发生，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问题，引发到现在的争吵，消耗了现在本应该快乐的在一起的时光。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分手了，在你们的回忆当中只剩什么呢？只剩当时我们争吵的是未来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所以我一直提倡谈恋爱，我们就活在当下。你之所以那么没有自信，无非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多一些，他喜欢你少一些，他经常仗着你喜欢他这件事儿而肆无忌惮。感情不是说一定是平衡的，但如果你认了，我认了，我就是喜欢你多，我就这样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，那就可以。但如果你不认，你心里是不平衡的，这段感情是一定走不下去的。同样想对女生说的就是，为什么你需要空间？2点嘛，一点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，第2点就是确实没这么喜欢他，他天天黏着我，我就是烦。也没关系，告诉他，但不能藏着掖着，然后自己心里在做盘算，而不让对方知晓。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只是你的幌子和借口而已。所以现在何去何从，我觉得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们2个人现在在一起的一天就开心一天，之后未来的事情，至于各自的路怎么发展，那交给未来吧，好不好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谢谢沙娜老师。来，曲总。与其说他现在不具备站在你父母面前的实力，不如说你没有在父母面前去坚定的说我要和他在一起。你所有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坚定，都加深了父母说不要和他在一起，因为他看到了你们之间的问题。每一个父母都是为自己孩子着想，很自私的为你好，他们是捕捉到你内心的犹豫和不坚定，你不够那么喜欢他，更谈不上什么爱。一天不见面，打一个电话都觉得烦。在自己有心事儿的时候，居然第一个想倾诉的对象不是他，你要让我静一静。显然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非常的低，甚至于在某些层面不如那个男生。那个男生能在工作方面帮到你，能依稀让你看到未来可能依靠的那对象的影子，不一定是他哈，但那个形象应该是。所以说他肯定不是最理想的那个男朋友。所以说既然没有想好，那果断给对方一个清楚的了结，暂时的了结，就说我们可以分开，你愿意在哪儿发展就在哪儿发展，那是你的事情。男生，如果你愿意追他而去，
但并不一定一定要强求这段关系的继续。既然你为爱做出了说我现在把现有的工作室都转了，我要去青岛发展，她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，她怕辜负你。所幸这边工作室已经转出去，对不对？你就去青岛去发展，做出一番样子让她看看。但并不一定说我是为了你而去青岛的，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不给她看，给自己看。你即使付出了100分，有可能没有回报，那没关系，你做到自己成熟，你可以去青岛，但是千万不要给这个去青岛加一个定义，说我是为了你。你可以不把他带到自己的父母面前，你可以在青岛又多了一个朋友，那就是他，需要时间让你考虑清楚，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所有的行为，所有的决定都由自己内心出发，不要做勉强，也不要打任何人的幌子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我真的挺喜欢今天这2个年。来，涂老师，女人在说男人幼稚的时候，是有细微的差别的。一种是面带笑容的疼爱，还有一种是面无表情的嫌弃。但只可惜，被说成幼稚的那个男人，往往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。其实从这个故事了解的一开始，直到你哭之前，大概大家都看得清楚，你不喜欢他。但是当你一哭，大家就有点迷惑了。哎，你这到底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？你的眼泪是为他而流吗？是为你们俩之间而流吗？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，是吧？没有，就是我还是想和他好好在一起。我觉得你是在哭自己的委屈，你的委屈在于，明明没有那么喜欢他，但是他的爱让你感觉非常的压抑。明明父母不喜欢这样的男生的，你也没那么喜欢，但是他对于你的种种诚意，又总是让你想要解决，在父母面前露出他的问题。而且你的流泪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离别，这种离别在于对于校园的依依不舍，对于曾经在校园里面有一个天天追逐你的男生依依不舍。但那个男生是谁不重要，关键是你的不舍是这种追逐和这种温暖。我简直无法想象刚才曲伟说让他去山东找你，好可怕。他要是真来了的话，你会认为我欠你欠的更多了。所以你自己心里掂量吧。固然我们看来你好像欠了他的，但其实是他自愿付出的，你也不必有负担。那你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你要说出自己真实的心声，而千万不要因为我内心的压抑，我要用一种所谓的善良来浪费更多的时间，那才是真正的伤人，好吗？就这个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前2天就专门下了一个这个纪录片《极限攀岩》，它其实讲述了一个世界顶尖的一个攀岩者、极限挑战者。后来这里面就讲到了他跟他现在女朋友的一些这个情感问题，因为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特别孤独的人。你在镜头上面看，
用我们世俗所有的眼光来看，就是他女朋友一味的爱着他，他完全对这个女朋友无感。其中有一个细节，女朋友在量房子，他就木木的站着，他都不知道该干嘛。你们可能觉得我讲这一段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其实这段话是我说给你听的。世界上面对于爱情没有精准的定位描述。我爱上了你，一心一意，你浑然不知，只是享受。你甚至于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无聊的人，但这不代表这不是爱情。爱情绝对不是功利的。当一段爱情来临的时候，或者你们认为是爱情的时候，你们就好好的去认真谈你们的恋爱，不要去消耗那些恋爱之外的东西。你好歹留点美好吧，想清楚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打算嫁给你，我现在只是喜欢你，更多的还是习惯。我不欠你什么，我们俩要发展的前提条件，至少你要来青岛。但是即使你来了青岛，也不意味着我就嫁给你，也不意味着我就会爱上你，这并不冷血，让他去做选择。男生也是一样的，为段爱情放弃点东西有什么呀？这么年轻，23岁，对吧？你未来这种人生的放弃和选择多了去了，好好恋爱，好好生活啊！我就觉得吧，我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以后要找的人。因为我是真的打心眼里崇拜你，很喜欢你。无论你说我幼稚啊、不成熟也好吧，我就觉得我是真的想让你在乎我，在意到我的一些感受。因为我也觉得这是我大学到以后最真诚、最真挚的一段恋爱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对你好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也会跟你回山东的，我也想让自己变得更强，更有能力。希望你能跟我好好走下去，相信我们。未来的我们是未知数。时间到。这个记忆箱里大家看到的是物件啊，但是背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。问问吧，女生给男生的一本书是吧？因为他一直说话都比较笨嘛，然后觉得也很幼稚，所以我想通过读这本书让他增加一些就内心的一个涵养，知道更多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好，说话的方式也好。这壶是？因为我知道他爸喜欢喝茶嘛，我就想让他爸妈尽早同意我也会好好的对他好。请回吧，两位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你是同意人家跟你去了哈，出来啥意思？我想和他好好走下去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就见证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拥有？恋爱啊，就开开心心的谈，别想那么多，用心谈最重要，知道吗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祝他们开心、幸福、快乐就好。
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男友交往2年，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，一直是奔着结婚去的。可是最近他突然跟我提出分手了，理由是他忘不了大学时期苦追的系花，想要再去圆梦，努力追人家一次。我特别不明白，他早就被人家拒绝好几次了，怎么还能抱有幻想呢？我能用什么办法让他立即回心转意？立即回心转意的方法就是他再被校花拒绝一次。可是这样的回心转意，你还要吗？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